技能有几？欢迎你来到我的 FX Chess 绝对报酬交易厨房，在这里我会教你所有有关交易上的东西。我常常在说，交易其实就跟做料理一样，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跟 SOP。我已经在金融市场交易超过15年的时间，或许有些交易上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的艰涩，但是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尽可能的利用简单的文字来让你理解如何去进行你的交易。在过去会用人工开发策略，而且你又会写程式的人。在这个系列里面，我要来告诉大家我自己所使用的交易报表分析工具有哪些。我们都知道，当你开始进入到真实交易之后，大部分所有人的交易报表都是从券商的交易明细来去做统计跟分析，看看你自己的交易状况跟 EA 的交易状况在实际上的表现到底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所要求的水准。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交易明细的报表里面观察出来市场上的真实价格反应对于我们的自动交易程式所呈现的一个影响。我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4套一直以来我都有在使用的工具。这4套工具呢，你可以像我一样全部都使用，你也可以择一使用，或选择其中几个你认为对你比较有帮助的去使用。那基本上这几个工具，他们在分析上面各有它的强项，因为我希望把工具的使用讲到比较详细一点，包含如何连接账户，如何确认你的报表，还有一些基本的分析。所以在这一个系列，我会分4个影片来去跟大家做介绍。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工具叫做 MyFXBook。那 MyFXBook 其实大概已经在外汇的这个行业10多年了，所以它对于相关的报表分析的内容是比较成熟的。它在平台的串接上面算是蛮多功能的，你可以在它众多提供的平台里面去找到你有在用的交易平台来去进行串接，你就可以在 MyFXBook 上面去看到更详细的报表。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工具叫做 FXBlue。FXBlue 是在外汇市场上仅次于 MyFXBook 受到大家第2欢迎的一个交易工具。但是这几年这间公司它也开发出非常多好用的工具来去帮助 Trader 不只能够进行分析，还能进一步去做额外的其他辅助项目。等到报表分析工具跟大家介绍完之后，我会针对 FXBlue 它这间公司所提供的一些工具来去跟大家做额外的介绍。第3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MQL5.com。MQL5.com 其实就是 MT4、MT5 平台的母公司。在之前我已经有录过一个影片，是专门介绍 MQL5 的跟单功能。如果你对这个部分有兴趣，你可以透过上方的资讯卡连结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工具，也是我后来比较常用的工具，叫做 Quantum Analyzer。它是StrategyQuant 这间公司旗下的一个商品。那 Quantum Analyzer 呢，它算是一个非常详细的报表分析工具，而且它支援非常多的报表格式的导入。虽然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去串联我们的交易账户做最及时的分析，但是它对于事后的辅助分析来讲，帮助非常大。接下来我就会用一系列的影片来去跟大家介绍这4种不同的分析工具。我会用我实际上在凯基期货那边所使用的 MT5 交易账户来去跟大家进行介绍跟分享。现在大家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我已经串接好的 MT5 账户。那这个 MT5 账户呢，就是我在凯基期货所开的一个 MT5 的账户，主要用来交易指数期货。先跟大家做事前的说明，目前我在凯基 MT5 所使用的期货交易的策略，全部都是由 SQX StrategyQuant 进行开发的策略。这个影片为什么到现在才去录制给大家看，是因为我希望这些策略可以在账户上交易一段时间，透过它所呈现的表现状况来去跟大家进行分析，同时讲解 MyFXBook 的这个分析工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账户是已经串接好的账户，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MyFXBook 的账户的话，你可能一开始进来
你并没有去做任何的登录。所以我现在先进行登出。现在你所看到的页面就是 MyFacebook 它还没有进行登录的一个页面。那在最下方，你可以透过它的国旗去把它改成你习惯的繁体中文。在繁体中文的界面上面，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登录跟注册。那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是首次使用的话，你就只要点选注册来去注册一个账号就好了。它现在的注册方式很简单，就是用 email、Google 或者是 Facebook 进行注册。那我自己本身习惯用 Google 去进行注册，你不太需要去做任何的动作，基本上你就可以注册成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一按 Google， 它就登录成功。登录进去之后呢，你可以从左上角的投资组合这里，在 Watch 里面目前是没有账户，代表说我并没有去把别人公开的账户加到我的最爱。那再来下面你可以看到有个叫做添加账户，现在我就来教大家你如何去添加你自己的交易账户。点选添加账户之后，你可以看到您目前没有任何的账户，请点击添加的按钮来添加。从它的右下角你可以看到添加账户的选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下拉式的选单，列出它所有资源的平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光是 MT4 的选项就有4种，这代表着说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发布你的交易报告到 MyFacebook。MyFacebook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当你注册一个账号之后，你可以在投资组合当中去添加大量的账户，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账户数量的限制，只要是你自己的账户或者是你可以观看的账户，你都可以从这边去进行添加。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么多的方法里面，有使用 EA 的方式来去发布，也可以用 Publisher 或者是 Auto Update。所以我基本上我会带3种模式来去教大家怎么样去发布你的报表。我现在先来教大家如何用 MT4 EA 去发布你的报表。首先你点选 MT4 EA， 点选之后呢，它会马上跳出一个视窗来让你去下载一个档案，叫做 EA Installer。 如果它没有跳出视窗，或者是你的视窗被阻挡的话，你可以从这个连结来去进行下载。下载好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档案上面左键点2下，开启你的 EA Installer。 这个时候它会让你去选择你所能够安装的交易账户。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在上面的列表中看到你所要安装的交易账户的话，你就可以从下方的 Add 来去进行添加。那如果你每一个账户都要去发布，比如说像我就有非常多的账户可以去选用，你如果每个都要发布的话，你就可以把它选择 Select All， 或者是你只希望针对其中某几个账户来去进行安装，你就可以按下键盘的 Ctrl 键来去进行多重点选。点选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按下 Install。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跳 NT5 账户嘛，那我可以直接去添加我的 NT4 账户，找到你的 NT4 账户的位置啊，然后来去点选添加。找到路径之后，你就可以点选平台，然后来去做 Install。 安装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按 Finish 去做关闭。接下来下一步呢，我就是要去打开我的 NT4 账户。现在我们已经开启我们的 NT4 平台，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我所采用的是一个 LMAX 的模拟账户来去进行展示。从左边这边找到 Expert Advisor， 也就是 EA， 把加号点下去，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有 MyFacebook。那这里的 MyFacebook 就是我们刚刚安装好的一个发布工具。如果你现在要透过 EA 去发布你的交易账户，你就在左边的 MyFacebook 左键压着，把它拉到图表上，放开。放开之后，这边会有个 Input， 这里的 Input 就会出现 Email 跟 Password 来让你去做输入，因为你必须要有 MyFacebook 的账号跟密码，它才有办法帮你把报表发布上去。如果你是第一次用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 Google 账号去做登录，请你都要点选右上角的登录名称，然后到设置的地方来去按登录，去更改你的密码。因为如果你没有更改密码的话，你会没有办法去连接你的报表。那因为我的账户已经更改完密码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到 NT4 上面来去进行相关的作业。透过刚刚输入完账号跟密码之后，
你就可以在左上角看到 My Facebook EA Last Publisher， 然后 Statement Upload Successfully， 代表它有发布成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 My Facebook 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在左边的讯息这边有个小铃铛，就写个1，点选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告诉你添加了新的系统。点选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带你到你所发布的这个报表页面。接下来你的所有交易，它就会每隔5分钟来去发布到 My Facebook 上面。这个程序相当的简单，唯一要注意的点是，当你把 My Facebook 的 EA 挂到图表上之后，这个图表不能再挂其他的 EA。当然，最重要的交易平台是不能关闭的。如果你关闭的话，基本上它就不会发布了。它所依附的就是你的交易平台有开启，并且你的 EA 有确实的挂在图表上。在右上角的 EA 执行，不管是哭脸还是笑脸啊，像现在就是哭脸，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主要的用途啊，只是拿来发布交易明细，并不是拿来交易的。所以不管是哭脸还是笑脸，对于这个 EA 的发布啊，并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成功的发布。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添加账户里面的第2种方式。我们点选添加账户，然后第2种方式叫做 Publisher， 也就是让 NT4 不透过 EA， 而是透过它内建的发布功能来去发布报表到 My Facebook。这个时候我们点选 Publisher， 选好之后呢，它会告诉你你的经纪人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选你的 broker 的名称，交易商的名称。因为我采用的是 LMAX， 我就输入 LMAX。在这边，如果你发现你的券商没有办法在上面呈现的话，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它没有跟 My Facebook 相关有任何的合作。第2种可能是这间公司所采用的 NT4 平台有可能是盗版的 NT4， 所以就没有预先被加入到这个 My Facebook 的伺服器上。如果你是采用 Publisher 的方式去发布，你在这边要输入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啊，可能一样我们随便输入啊。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输入 LMAX， 然后底线 Steve。那你可以发现呢，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必要的，因为它只是一个你要去展示给别人看的时候，让别人对你这个账户更了解而已。就算你是随便勾选的，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按下右下角的保存。当我按下保存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有显示没有投资组合的账户，然后括号2。我们把旁边的加号点开，首先你会看到第一个就是刚才我已经添加用 EA 添加的账户，第2个是我们刚刚要用 Publisher 功能来去设定的账户。那现在因为我们要用的是 Publisher 发布，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叫做8695522的编号，请你把这个编号右键复制，复制完之后呢，到你的 NT4 平台。在 NT4 平台上面，其实它本身就有内建发布报表的功能。从最上方的 Tools 或者是工具，点选下去之后有个 Option， 也就是选项。进入之后呢，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做 FTP 的功能。这里的 FTP 的功能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去输入的是 FTP 点 myfxbook.com， 然后 FTP 的 pass 不用理会，再来 FTP 的 login， 请你把刚刚的那一串数字贴上。贴上之后呢，再来是密码，这个密码是你在 MyFacebook 那边登录所使用的密码，所以你就要用你登录 MyFacebook 去更改好的那个密码来去填写。然后右方有个叫做 Passive Mode， 也就是被动模式，请你要把它勾选起来。勾选好之后呢，底下有个 Enable Automatic Publisher of Report by FTP， 这边也要把它勾选起来。账号就维持你这个账号不变，然后多久要发布一次，预设是5分钟。再来你就可以去按下测试 Test， 按下之后呢，这边有个提示告诉你 Report was successfully， 按确定之后，如果你不是很肯定有没有发布成功，你可以再按下确定之后到 Journal， 也就是日志来去看它有没有写 Publisher Starting 跟 OK。 如果它有写 Publisher Starting 跟 OK， 就代表发布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MyFacebook，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左下角跳出来添加了新系统，然后这个铃铛也会出现一个提示。现在已经帮大家介绍了2种方式了，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添加账户的方式是第3种，点选添加账户，然后一样我们找到 NT4， 有个叫做 Auto Update， 选到倒数第2个 NT4 Auto Update， 这叫做自动更新的方式。自动更新的方式你就不需要一直去开启你的 NT4 平台，但是这里你要去注意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你这个 NT4 平台的账号跟唯独密码。所以我们现在要透过我们的 Auto Update 来去进行更新。这里我们有个账户名称也要去做输入 LMAX 底线，我就打个 Auto， 然后经纪人这边一样选好你的 Broker， 找到 Broker 之后呢，下面会多一个选项，就是你的伺服器。这里的伺服器你要去选择你在 NT4 平台上面所看到的这个伺服器名称，像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我的名称就是 LMAX Demo UK，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 MyFacebook 上面找到 LMAX Demo UK， 这里的伺服器一定要相同，否则你会没办法登录。如果说今天你在你的券商底下找不到伺服器名称的话，有2种可能，一样，第一个它可能没有跟 MyFacebook 合作，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伺服器名称可能是新的伺服器名称，所以它没有被 MyFacebook 添加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跟 MyFacebook 联络，把伺服器的 server 档去寄给 MyFacebook， 请他帮你把这间券商的这个伺服器加进去他们的工具里面。那他们加好之后会通知你，你之后就可以去做选择。再来我们要输入的是我们的账户号码，所以我们在 NT4 可以看到我们的账户号码是2100036297，我就在这边输入2100036297。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NT4， 你可能不知道它有分2个密码，一个叫主账号密码，另外一个叫投资者密码。主账号密码就是你登录之后可以进行下单，投资者密码就是你登录之后你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订单动作，你只能观看，所以它又叫做观看密码。我们在 NT4 的平台可以透过上面的 Tools 点选之后到 Option， 找到 Server 的地方去更改我们的密码。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下右边的 Change， 然后去输入你的原始密码。输入完之后，下面你可以看到2个选项，第一个叫做 Change Master Password， 也就是更改主账号密码；第二个叫做 Change Investor Read Only Password， 就是所谓的投资者密码。因为我们在 MyFacebook 上面要填入的是投资者密码，所以我们现在要改的是投资者密码。这个时候你就要点选下面这个选项，然后下面有2个栏位，就是你要输入你的投资者密码。投资者密码你可以以简单的方式去做输入，但是要英文加数字的组合。输入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按下 OK。按下 OK， 如果你有听到刚刚的 POP 的声音的话，就代表更改成功，然后你就可以按下确定。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 MyFacebook 的页面，然后输入你的投资者密码。接下来按下右下角的创建账户，然后它就会开始连接你的账户。如果连接成功，它就会跳出显示你的账户已成功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所有账户的页面，在这边我们一样把加号打开，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添加3个账户都成功。只要右边有写活跃，就代表它的添加是成功的。所以以上就是3种不同的方式。我们现在点选右下角的添加账户，然后在下拉式选单你可以看到 NT5EA 跟刚才的 NT4EA 程序相同，也是安装完之后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去进行报表的发布。那有2种方式我没有办法介绍，因为 Oanda 我没有在那边交易， FXCM 跟 DBFX 的更新方式，因为我也没有在这2间券商交易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没有办法教大家怎么去做使用。但是相信对于有使用 NT4、NT5 平台的投资人，应该已经能够理解 EA、Publisher 还有 Auto Update 它的用法。这个 Live Update 我就不讲了，它是即时发布，其实它跟 Auto Update 很像，只是它是要付费的，你才能够去使用它，它会变成是即时更新你的报表。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
MyFacebook 的账户发布跟连接方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会如何去连接你的 MyFacebook 跟你的 MT4、MT5 账户，那接下来我要来带你看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的交易结果呈现出来的分析报表，它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我所展示的 LMAX 它是一个全新的账户，并没有所谓的交易明细，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用我在凯基期货 NT5 的账户来去跟大家做说明。那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凯基期货的 NT5 账户。那凯基期货这边，如同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说过，它是用模拟的 NT5 账户去串联下单机进行真实的下单，所以现在能够去做分析的就是模拟账户。但是这个部分，如果你的下单机运作是正常的，基本上你的交易明细会跟实际上真实的成交差异不大。首先第一个进来，我们要先看的东西就是它到底还有没有在即时更新。你可以看到这里的 update 它是 2 hours ago， 代表2小时之前有更新。因为 NT5 只能用 EA 的方式去发布它的交易报表啊，所以说我把平台关掉的情况之下，它是不会更新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我的凯基的 NT5 的平台把它打开。现在大家就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的凯基的 NT5 的平台。那基本上呢，凯基的 NT5 我是挂在云端的主机去运作的，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本机的交易平台，主要就是我想要发布报表的时候，我就把平台打开。你可以看到在左边这边的视窗左上角，你可以发现它有写 MyFacebook EA， 然后 successfully， 代表它有用 MyFacebook 来去进行发布。然后呢，当然这边你可以看到有 FX Blue， 所以我也有同时把报表发布到 FX Blue。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会来跟大家介绍 FX Blue。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把 NT5 的平台打开，我就可以把 NT5 的平台先缩小。缩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 MyFacebook 这边来去刷新页面。你就可以发现它马上就更新了，53秒之前就更新，然后这个秒数还在跳，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事实上来讲，它真的有把报表发布上来。EA 的发布呢，好处就是当你开启平台的时候，它就会马上发布；如果你没有开启平台，它就不会去做发布的动作。所以像刚才为什么会停2个小时，现在马上打开就会马上更新，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凯基的账户。目前所采用的所有的 EA 都是 Strategy Quant 所开发出来的 EA， 主要呢针对3种商品进行交易。在画面上，如果你希望呈现中文你可以一样从最下方把国旗改成繁体中文。那因为它是自动翻译的啦，所以说有些部分呢并没有翻译的很好，我还是习惯看英文去进行讲解所以我们再把它改回英文。这样子比较不会误会它的意思，因为凯基是透过下单机去进行下单的。基本上来讲，下单机那边的运作只要正常的话，实际上增仓的部位会跟模拟仓会一模一样。但是我自己本身有自己的策略管理跟投资组合管理的方法，所以我会先去参考模拟账户的交易状况，然后再去交易我的增仓。那就表示说，我会尽可能避免掉在模拟仓亏损的部分，然后尽可能去只交易模拟仓获利的订单。这个部分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啦，简单来说就是你把模拟仓交易出来的净值曲线再去做一道分析，然后来去找到净值曲线的一个循环关联性，在这个循环关联性当中控制你的交易部位，在亏的时候把你的 position size 部位控制缩小，在赚的时候把你的 position size 调整成原本的大小或者是放大。那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加减码的机制，可是这个加减码必须要做盘中的分析，所以它就必须要依附在一个实际上有在运作的账户，而不是用简单的历史回测。那目前在凯基这边的账户呢，我总共交易3个商品，可以从下面的 Summary 来去点选，你可以看到有 MES， 也就是微型的 S&P 500，再来是 MNQ 微型的纳斯达克， MYM 微型的道琼。那模拟仓的交易基本上我都维持固定的一口，而且都是用最小的微型，因为我希望这个模拟账户可以一直持续用，然后方便我参考模拟账户的绩效来决定我增仓应该要怎么样下单。
那这边你有看到有个叫做 SB 哦，这个是糖，这是我手动交易开始要去测试凯基的 NT5 跟下单机之间的关联性跟交易状况，来去下的一个11号糖的订单，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用去理它。那底下你可以看到有个叫做 Open Trade，Open Trade 就是我们目前持有的在仓单 ，Open Order 呢就是挂单。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在仓单1张，挂单2张，你就可以去打开 NT5 账户，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在仓单1张。然后挂单2张，那右边的话就是它的损益，所以在 MyFacebook 上面，你可以马上看到它的损益的状况，包含像点数啊、金额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你可以做的分析有哪些呢？在 MyFacebook 上面啊，你可以看到每日、每周、每月还有每年的一个交易的状况。那 Browser 的部分呢，是你可以去看你的买卖点在 K 线图上如何呈现。可是这个前提必须是你交易的商品能够在这些下拉式选单当中被选到，大部分其实都是外汇啦顶多可能有黄金是可以被选到的。所以像我现在在凯基的指数期货在 MyFacebook 上面就没有办法支援因为它并没有这个商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去看到它的买卖点。那我们再回到底下的页面呢，第一个 trade 就是你的交易的笔数，然后获利的一个状况，它会告诉你胜率多少，获利的金额、点数，还有交易的口数，你的获利系数是多少，标准差、夏普指数，这边琳琅满目的分析，在这边都可以看到。第二个叫 summary， 就是刚刚的我们的加总，它会告诉你按照商品别分类，你的交易的笔数跟获利的状况，那你就可以去看到我的EA在这段时间，其实大部分的商品都是获利的。然后每小时的交易的状况的分析，它这里是以平仓时间为主。那你在哪一个小时平仓的一个赚赔状况？那 daily 就是一周有5天嘛，然后这5天你的一个平仓的赚赔状况。再来 risk of ruin 叫做破产风险，这边你可以去透过破产风险观察出，它会告诉你你的账户输掉100%的几率有多高这里它所显示的是小于 0.01， 就代表说其实你要把钱输光是不太可能的。然后依序呢，一直到输10%的几率有多高。你可以看到，因为我的账户目前是呈现正报酬，所以它要把钱输光，甚至于输到10%的几率都不是很高。然后它会顺便告诉你，你要连续输几笔才有可能输掉10%。这里他告诉你是676笔，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它是很难达到的。那当然这个数字会改变，它会随着你实际上的交易的状况而改变。比如说现在因为我的账户是正的，然后当然在交易的明细里面它有赚有赔，它就是透过目前它所抓到的赚赔的情形来去算它的一个破产风险。如果你的破产风险经过一段时间交易之后，你发现破产风险很低，那代表你的交易其实是蛮稳健的，而且你是有很高的机会可以在市场上存活赚钱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叫做 duration， 在 duration 的这个页面呢，左边是获利的百分比，右边是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绿点的部分就是你的订单是获利出场的，红点的部分就是你的订单是亏损出场的。那越往右边呢，就代表你的订单放越久，越往上呢，也就代表你的订单获利的百分比越高。从上面这个 duration 你可以看到我的订单大部分放很短时间出场的，也就是被停损出场的就是赔钱的。那如果是放比较久的，放越久它的获利通常来说就会越高。所以你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账户就是用波段的交易策略。透过 duration 的分析，你就可以去知道你的交易风格，或者是别人的交易风格是什么。像我就是波段型的交易者。如果今天你发现某一个人的账户，他的持仓时间都很短，然后呢赚赔的百分比都在一定的范围内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结果去推测出来，他的交易是属于比较短期的，或者是短线的然后可能是有设停损停利的。再来最后一个叫 MAE-NFE， 这个 MAE-NFE 目前来讲它必须要经过认证，也就是 verify 认证你的账户之后，
它才会去帮你开启这个 MAE、NFE 功能。在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报告哈，如果你是用 EA 的方式去发布你的报表，或者是用 Publisher 的方式去发布你的报表，你是没有办法取得认证的，因为它这里的认证必须要你去输入你的账号跟唯独密码，而且唯独密码要改成跟他要求的要一样，因为他的认证就是你必须要是账户的持有人才可以就对了啦。那你可能会说，周老师，你不是这个 NT5 账户的持有人吗？没错，我是这个账户的持有人，但是因为 MyFacebook 它目前不支持 NT5 用 EA 以外的方式去发布报表，所以即使我是这个账户的持有人，我也没有办法来去做认证。目前唯一有办法去做认证的，大概我想只有 NT4 的账户持有人才有办法去用这个功能。所以 MAE 跟 NFE 你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工具 nql5.com 可以去看到这个部分。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 Open Trade 就是在仓单， Open Order 挂单， History 就是历史订单， Exposure 呢就是你的曝险的部位。那它这里基本上是以方向跟商品来去做区别，它会告诉你你在这些商品上面持有多少的仓位。再往下就可以看到它以年份去做区别的一个图表，比如说2020年我完全没有交易，所以不会有图表。2021年的话呢，我是从5月开始交易的，所以5月点选下去，它就会告诉你5月在微型道琼这边没有任何的赚赔SB 11号堂有一笔，然后是亏 0.03%， 那商品的占比各半，所以就是各一笔的意思。其实在5月中过后开始陆陆续续有下单 EA 的运作上线就比较正常。6月份7月份呢，你就会看到 S&P 500、纳斯达克还有道琼都有持续的去做一些交易，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看到他们的一个分布的状况。MyFacebook 算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净值曲线的表现，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详细分析，然后余额的表现、获利的表现，还有 drawdown， 它在这边都会去统计出来。如果今天你希望报表可以不间断的方式来去进行更新的话，最好的发布方式就是刚才我所讲的3种方式里面的 Auto Update。但是因为像 NT5 以我现在这个账户来讲，它就没有办法去支援到所谓的 Auto Update， 所以它只好勉为其难的选择用 EA 的方式来去做所谓的报表更新，然后发布到 MyFacebook。 透过刚才的介绍呢，我相信你应该对于 MyFacebook 这个工具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基本上它的报表发布主要就是3种方式， EA、Publisher 还有 Auto Update， 这3种方式各有它的优缺点，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方式来去做相关的发布。还有就是我使用 MyFacebook 去对于我的账户进行追踪，主要的原因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用 SQ 所产出的 EA 在 NT5 上面进行交易，我有一个交易绩效的追踪结果，方便我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来去调整我在真实账户那边所要去进行的下单时机点，还有部位规模的控制，达到让我可以在我的真实账户上面去进行所谓的投资组合管理。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集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仅次于 MyFacebook 的 FX Blue。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 FXCHESS 交易厨房相关影片，我会带给你更多更详细更实用的影片内容。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有用讯息，请参考以下的网址 fxchess.com。 希望我的每一部影片都可以有效的帮你提升你的交易技巧。它本身也提供非常多的外挂工具来去帮助投资人进行，还有更多的显示项目可能是 MyFacebook 上面没有的。位局的话是它可以把你的报表这个 Excel 档也可以导入到我们后面会去介绍的 Quantum Analyzer， 或者是你直接开启 Excel 去进行，不能够安全的拿回来。最近有几个观看我频道的朋友，有加入我 Facebook 社团的朋友，都会传讯息来问说，请问周老师，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在过去会用人工开发策略，而且你又会写程式的人，